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终于，电视剧它从火光中走来袭。从开机到首播，这部人情力作一直备受期待。当首播当天，热度迅速飙升至8000，多次登上热搜榜。只不过又让人间烟火2次爆火了。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之后，还会迎来第2轮团建，乐子人永不缺席。因为都是消防题材，而烟火的抓马情节和油腻演技又太过出圈，引发了群嘲，大批乐子人进场。现在到处都能刷到这2部剧的对比视频。谁懂一部暑假档居然现在还能发挥余热，杨洋老师赢麻了，任何话题都能玩弄他。圈妹真没见过以为剧翻车成这样的案例。机智的拉踩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对比。消防员获成2023年度最惨荧幕职业。抛开我的人间烟火，这部剧的剧情 bug， 主演杨洋和王楚然的演技问题也尤其突出。尤其是杨洋，无论是蛮横无理、浑身痞气的角色设定，还是杨洋无时无刻不在端着的表演模式，都让网友们感到失望。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嘲讽，甚至央视都下场说话了。不管剧本如何，一个合格的演员，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角色行为的合理性和思想的正向性。先看三观，再看细节，这样才能保证角色是鲜活的、自然的、真实的。举个正面例子，今年爆红的电视剧《狂飙》，主演没有流量，但却是真正的爆剧。演员张颂文将亦正亦邪的高启强诠释得相当到位，让原本不熟悉他的人都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动力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演员都这样，但演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角色的呈现能力，杨洋似乎也没有做到。如果演戏成了耍帅的工具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观众。黄景瑜的新剧和《人间烟火》同属于消防题材，2位主演又同是内娱男流量，就免不了要被拉出来做对比。只是这结果让人不忍直视，姚男女主的身高差，一个姿态舒展，一个还得撅着屁股，连女明星都比杨洋看起来更有男友力。也是没想到这泼天富贵还能泼到女星身上。杨洋老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曾可妮秒了？2身高差，消防车就是尺，逗人，万一是消防车规格不一样呢？3公主抱，显得王楚然好大只哦。4睡觉，一个睡得很香，一个寿终正寝。5背带裤，6捧脸深情对视。7喝水，8救火，9顶塞。杨洋翻车的时候，黄景瑜是不是看着热搜，把自己整部剧的演技都回忆了一遍？一想到重合度高的地方就冷汗直流。10自我介绍，11使用灭火器，12劫后余生，13面对队友转业，14面对女主的感谢，15打扫卫生。顺便这部剧杨洋老师还特别出演了，被发现出现在后面的广告里。即使黄景瑜演的也不怎样，他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说话不皱眉不展示下颌线或真架势187的站长有多难得，全靠同行衬托。黄景瑜真的就胜在正常，他没有刻意想表现什么，一个正常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当然，杨洋老师演得更有层次，演出了一个小混混当上消防站的小头头，内心自卑而狂妄的拧巴劲。黄景瑜演的消防员就很没有新意。宋燕、景瑜也真是的，有一说一，同样是演消防员，把黄景瑜、杨洋、龚俊放一起看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尽管近年来涌现了不少消防员题材的影视剧，但在演技方面，黄景瑜的表现堪称独具特色。相比之下，杨洋扮演的宋燕被认为过于刻意和做作，经常表现出不自然的酷劲，形象让人感觉过于油腻。在《你好，火焰蓝》中，龚俊的演技也备受争议，他饰演的霍言表现得过于平稳，情感表达不足。观众对剧中情节的不真实和慢镜头的使用表示不满，认为演员表现力有限。陈伟霆在《蓝焰突击》中扮演的靳石川也受到观众批评，他的表演经常皱眉，虽然没有杨洋那么刻意，但也让人感觉有些不自然。剧情中的一些情节也被指责为离谱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总的来说，在这些演员中，黄景瑜在消防员角色中的表现获得了观众的肯定。然而，黄景瑜的今天并不是轻松走来的。他曾因为在《爱上特种兵》中的角色被指为油腻做作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黄景瑜明显地倾听了观众的建议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在新剧中的形象翻身。回顾黄景瑜仅仅7年的演艺生涯，
从一夜成名到角色转型，再到如今深受争议但却以出色作品赢得赞誉，确实令人佩服。黄景瑜并非出自演艺世家，他的起点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微弱。出生于辽宁丹东的他，在少年时期因为成绩并不出众而选择了工程专业，但毕业后未能顺利发展。青春时期的他曾是烤肉店的工人、工厂的学徒，甚至在电台担任接线员。这些坎坷经历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尽管有过人生低谷，他从未放弃。机会终于在2015年敲响了他的大门。当时作家柴鸡蛋正在微商引寻找合适的男主角，黄景瑜的照片被推荐给柴鸡蛋，其独特的气质得到了作家的青睐，于是踏上了演艺的征程。尽管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培训，但他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努力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如今他的每一个角色都代表着他在演艺生涯中的新突破。黄景瑜一个从寻常到非凡的转变，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和坚持，就一定可以获得应得的回报。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，黄景瑜遭遇了众多的质疑，甚至被封杀。记得那时他参与的许多节目都被摒弃于公众视线之外，直到半年后他才重新得到了关注。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他渴望超越顾海这个角色，希望借助一个新的作品确立自己在影坛的地位。但演艺道路并非坦途，尽管他后来主演了如《枪炮腰花》和《半妖倾城2》这样的影视作品，但收获的反响都是平淡的。幸运的是，他很快与前程影视签约，并在《红海行动》中饰演蛟龙突击队狙击手顾顺。这部影片让他凭借硬汉形象一举成名，尤其在《战狼》和《湄公河行动》这类硬汉风格影片大行其道的时期，《红海行动》也取得了36亿的票房佳绩，这为黄景瑜铺就了军人角色的道路。但也有些作品没有帮助他加分。与此同时，黄景瑜的私生活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在他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同一年，曾经的婚姻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。人们惊讶地得知，他曾与比他大6岁的王语欣有过短暂的婚姻。王语欣不仅家境优越，还在时尚界有一席之地。更多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，包括王语欣与黄景瑜结婚前的一段恋情和一个非婚生女。尽管王语欣后来出面否认某些传闻，但两人在2018年结束了这段婚姻。王语欣甚至曾公开指责黄景瑜与其他女星有过不正当关系，并爆料他家暴。每次争议爆出，总有不少舆论跟风指责黄景瑜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事业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。2019年，黄景瑜在春节档的大片《飞驰人生》中扮演了一位杰出的赛车手，并在电视剧《破冰行动》中饰演了缉毒警察。虽然在演技上与王劲松、吴刚这样的大咖相比有所不及，但他仍获得了观众的喜爱。黄景瑜逐渐稳固了自己在影视界的地位，并多次入围各类奖项。他的作品线也呈现出电影与电视剧双管齐下的态势，包括与顶级女星热巴合作的电视剧《幸福》触手可及。但随着作品的增多，黄景瑜的绯闻也随之增加，媒体对他的关注度持续升温。在明星的世界里，有些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夺目，而有关黄景瑜和迪丽热巴的恋情无疑是其中之一。两人曾被爆出频繁身穿相同的服饰，而且在2020年1月，有眼尖的粉丝在日本巧遇两人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迪丽热巴无名指上闪现一枚戒指，这难道预示着什么？再加上拍摄完《幸福》触手可及后，圈内有风言风语称他们早已秘密确立恋情。到今年2月，有名的狗仔队竟称女方疑似怀孕并即将分娩，还特地提及黄景瑜。这则新闻果真如大瓜般诱人。而令人瞠目的是，黄景瑜的前任王语欣及传闻中的恋人张艺尚，在得知此事后都神秘地发布了带有数字8的消息。尽管两位主角都已经发布了正式声明进行澄清，但并没有明确否认两人的恋情，这也使得粉丝情绪激昂。但无论外界如何猜测，黄景瑜的事业轨迹却是不断向上，资源丰厚，令人羡慕。反观一下杨洋老师的演艺之路，粉丝为他家的 buff 不是一般的多，内娱 BG 之光、现偶唯一、真身永远的白月光顾漫御用男主等等。事实上，这些荣耀都是属于他的吗？杨洋第一次搭上流量的快车是微微一笑很倾城，另一位女主演是某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几个月的混战中，爽粉的战斗力超群，
摆出各种杨洋蹭某爽飞升的证据，似乎憋屈了很久。这部剧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，完美的小奶大神让杨洋一炮而红。后来他又和迪丽热巴搭档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鱼图大神谁又不喜欢呢？但除了这2部剧，杨洋其他作品的热度也好，口碑也好，都不是很高。好的作品是需要磨合的。顾漫笔下的男主确实和杨洋的气质大差不差，但离开这个区域他就难以驾驭了。抛开演技争议，杨洋又被传出富婆收割机的传闻。帅气的脸庞，偶像男主的气质确实很受欢迎，但杨洋已经32岁了，早已不是演偶像剧的年纪。一个男演员，如果作品列表全是无脑小甜剧，或者评分5点多的作品，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了。曾被全网嘲油腻的黄晓明已经斩获了9个影帝，还表示会听取所有观众的意见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在偶像剧里打转被嘲上天的他，还要捂住自己的耳朵肆意妄为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